今天接着给大家鱼竿的设计啊，鲤竿啊，今天讲鲤竿。鲤竿顾名思义就是钓鲤鱼的竿子，其实它就是钓中小型的鱼的这种竿子，比如说鲤鱼啊、草鱼啊、青鱼啊、鲢鳙啊等等啊，小到1、2斤、2、3斤，大到10几斤这样的鱼情下使用的。所以鲤竿的设计呢，一定是钓这种鱼比较好用的啊。这种竿子的特点呢，就是按捏刺鱼要有力啊，容易刺穿鱼嘴啊。这种鱼嘴肯定比鲫鱼鱼嘴厚啊，对吧？遛鱼、鲶鱼、不跑鱼啊，对吧？遛鱼的时候比较轻松，回鱼快。这就要讲到里边的便推设计啊。其实它便推设计跟大物竿的便推设计的理念是一样的，就是中后段锥度变化比较小，前段的锥度变化比较大。如果你看过大物竿的那一期啊，说锥度变化的那个，有一些人可能会说啊，那就是这个和大物竿没有什么区别。其实它跟大物竿还是有区别的。大物竿的设计呢，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突兀一些，就是更往后集中一些，或者说它的大节锥度变化是小的，对吧？更小啊，比鲤竿更小。而鲤竿呢，因为要兼顾1、2斤、2、3斤的小鱼，它的锥度变化就没有大物竿那么突兀啊。比如说一个7.2米的鱼竿，一个大物竿和一个鲤竿去对比的话，那大物竿遛鱼的更多用到的是后4节，它的后4节锥度变化是极其的小，它的锥度变化是更极致的小，而前3节变化会更极致的大啊，对吧？而鲤竿呢，由于兼顾的鱼情呢跨度比较大啊，小个体也要兼顾，所以它在后5节锥度变化小一些，但是不会像大物竿锥度变化那么极其的小啊。有人说那鲤竿的前2节锥度变化不就会特别大吗？其实鲤竿呢，它的整体锥度是比大物竿的整体锥度是要小的，对吧？比如说同样收缩长啊，比如1190的这种鲤竿和大物竿啊去对比的话，那鲤竿的前径基本上就在21左右啊，差个0点几，而大物竿的基本上就在22左右，差个0点几啊。那前面流出来的锥度比就会比较小了，所以鲤竿的前2节是没有大物竿的前2节锥度大啊，对吧？如果没看大物竿的那一期，可能会问啊，就是锥度变化咋了？不是锥度变化均匀好吗？锥度变化小的竿节它必然会软，所以需要提升碳布吨位啊，来维持鱼竿的一个整体性，或者说一个整体性好的鱼竿，在某一节或者某一些节锥度变化小的话，它的碳布吨位就要提高啊，锥度比大，它的碳布吨位就要降低。那碳布吨位高了，也就是你常钓的这个鱼情，常受力节的这些节，如果它碳布吨位高，它就会弹性好啊，它就会好用，它就会遛鱼鲶鱼，它就会遛鱼轻松，对吧？它就回鱼快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有针对性的竿子啊，比如说鲤竿，比如说鲫鱼竿，它都会在那一节调整锥度的原因。看完视频的各位钓友们，点击我的头像啊，就能进入我的主页。查看我的小店了啊，小店里边有很多的鱼竿啊，大家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